故事女主角是一个英国女爵，名叫科尼。她说服父亲投资给男朋友破产的贵族托马斯，到美国建立一家畜牧公司养牛。公司会计莫尔蒙是个野心勃勃的投机者，他与3个美军携带机枪屠戮了一个印第安夏安人部落，被称为恰克河大屠杀。莫尔蒙被抓后挪用畜牧公司的公款为自己赎罪，然后偷偷跑回英国，又企图敲诈科尼，被识破后抢劫伤人逃回美国。于是这个独立勇敢的白富美便只身踏上了美国的复仇之旅，也拉开了本剧的序幕。男主角是印第安波尼族人残狼，残狼的整个部落和家人都被同为原住民的苏族杀死，这是他进入美军服役的重要原因。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在美军中，他也参与屠戮了其他原住民部落，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曾让村庄成为地狱。他对原住民和外来移民的情感很复杂。在他退役想要回到故里，要及母地安身立命之时，就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开始。标志性的，在服役的最后一天阻止了对酋长妻女的复仇。之后他对印第安劫匪下不了手，显示出他内心对印第安原住民情感的回归和身份的认同。两人的第一次相遇，科尼就给残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善良与残狼生活的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于是残狼折回来救了他，之后决定与他同行，又愿意留下来等他，虽不能与他折返，却愿意为他换来一个价值不菲的指南针，在知道他有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前往救援。这些剧情都在表现他对这个英国女人不一般的情感。大反派莫尔蒙，故事似乎都是由他引起，没有他的带路，不会发生恰克河惨案；没有他的敲诈，科尼不会受伤复仇，踏上美国。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故事的起因，还有结果，而且把移民屠戮印第安人的矛盾集中到自己头上。那几个军人至少还有一个复仇的理由，莫尔蒙纯粹就是为了利益而杀戮，这倒是跟他曾经是屠夫的身份很契合。本片的细节也表达了各个阶层的人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态度。代表学者的路人认为印第安人就是有毒的病毒。虔诚的信徒用上帝的指示来赋予侵占土地的正义性。强盗匪徒则把杀戮印第安原住民当成一份收入。幸存的印第安原住民被迫往南方迁徙，留下的为了生存和复仇沦为匪盗的同伙，把痛苦的经历反噬到那些新来的移民身上，让仇恨和杀戮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本剧的结局让人泪奔，科尼和残狼最终只能在夜空中相望彼此，寄情于一遍一遍回忆往事和日渐模糊的面孔。相比爱情，生命太短暂了，多少时间都无法填满思念和遗憾。对于世界来说，一个文明也太短暂了，短到还未学会用文字去记录，就已经消亡于屠戮。自以为先进的文明总是傲慢地藐视和灭绝落后的文明，就如同人类傲慢地决定着其他物种的存亡一样。印第安文明最终只能存活在马戏团里，沦为供人欣赏的猎奇表演。这个结局颇为让人唏嘘。任何文明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选择交流还是封闭，选择开放还是固守，如何选择才能避免走向消亡崩溃？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美洲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段历史。美国有无数的电影电视拍过这个故事，最有名的是获得7个奥斯卡金像奖的《与狼共舞》。本片编剧兼导演雨果·布朗特获得过第67届黄金时段艾美奖提名。女主角艾米丽·布朗特饰演过《明日边缘》《寂静之地》《边境杀手》等等等等，数不过来了。本片真是个惊喜，一开始的大全景就把美国西部的景色拍摄得如同美术馆的一幅油画一般。故事充满挑战，本来我是当一部爽片看的，
结果没想到故事曲折，情节起伏，配上优美动听的民谣，让本片的观赏体验大大提升。故事带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毫不避讳杀戮印第安人时期的真实事件，却又对杀戮表现得很克制，使整个影片表现出浓浓的艺术片气质，让我这个本来对美国西部片不是很感兴趣的观众彻底沦陷了。本片烂番茄影评人评分82分，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片子，强烈推荐。 Home is here. With you. I can't let you go. I can't. 但是残狼告诉他，是时候回家了，也许回家还有活着的希望。如果想念自己，就抬头看看夜空，蝎子座的旁边就是天狼座。Look to its right. The wolf beside her won't never change. 说罢，狠狠地拥抱了一下科尼。两人就此别过，从此天涯相隔。谭郎又唱起了印第安原住民的歌曲，目送着科尼远去，并喊出深藏心里的话。好，那么本集就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关注我们，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观赏，我们下期见。